这支视频呢，有可能可以帮到正在需要减脂的朋友，或者是想要重新调整自己饮食的朋友们。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最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心大家身心灵的人子。如果您对这样的话题也非常感兴趣，非常欢迎您能够订阅这样的频道，同时也是对人子的莫大鼓励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上期的视频呢，我们聊到了辟谷的这种饮食方式，我们是需要辩证的去看待。那么对于其他的饮食方式，比如说生酮饮食和低碳水饮食，自然呢也是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选择的。那么生酮饮食呢，是用蛋白质和脂肪来代替碳水的那一部分。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生酮饮食呢，它的碳水含量呢没有，或者是说是非常的少，大概5%到10%。那么低碳水饮食方式呢，它的碳水含量那么就会高于10%，但是会低于20%。对于碳水含量达到40%甚至是50%，那很明显这就是属于高碳水饮食了。那么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作为人体的能量来源，为什么大家又这么害怕它呢？尤其是对于需要减脂的朋友，我们在摄入碳水食物之后，它会转变为葡萄糖，那葡萄糖就要进入到血液中，在胰岛素的帮助下，它才能进一步的进入到细胞中，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。胰岛素就像一把打开细胞接收葡萄糖的钥匙，细胞接收了葡萄糖，获取了能量，那么同时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呢就相距降低了，也就是我们的血糖浓度降低了。如果我们的身体摄入过多的碳水，我们的细胞自然不可能全部都接收所有的葡萄糖，那么胰岛素又会把多余的葡萄糖储存在我们的肝脏，如果仍然有剩余，它就会继续把这一部分的葡萄糖转化成脂肪，储存在身体的其他各个地方。在主要的3大营养成分当中，蛋白质、碳水还有脂肪，其中碳水呢是最容易刺激胰岛素分泌的，尤其是精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。综上所述，碳水呢是可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的，但是过多的碳水的摄入呢，就会使我们分泌过多的胰岛素，过多的胰岛素呢又会把糖分转化为脂肪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害怕碳水。现在的人呢尤其害怕碳水，这也许与环境也是有相关的。过去的人其实都会摄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因为五谷本来就作为我们的主食，是我们每天的食物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但是过去的人们呢，他们有非常多的体力劳动，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。但是现在的人们呢，没有那么多的体力上的消耗的，势必身体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碳水的摄入。那么究竟多少碳水的摄入才不算是过量呢？想必这也是因人而异的。不过只要我们有意识的去观察自己，自然呢就会知道我们有没有过量的摄入了碳水。比如说用餐以后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疲劳，或者是说在2餐之间呢就发现自己非常的这个饥饿、头晕、恶心，这2种情况呢都有可能是出现了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。那么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看，我是比较容易低血糖的。不过在我降低了这个碳水的摄入，同时呢增加其他的蛋白质和蔬菜的摄入以后，我发现低血糖的情况呢就不再发生了。在法剧《譬喻经》当中就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。波斯匿王是一个非常酷爱美食的一个国王，一天到晚呢他都觉得特别的饿，所以就这样吃了又吃，结果胖的连一般的车子呢都盛不下他，甚至呼吸都觉得很费劲，坐一会儿就累了，躺一会儿也累，甚至翻身都需要人家帮忙，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太难受，所以就去找佛陀帮忙。可是到了佛陀那里，他想要行礼，腰都弯不下来。佛陀倒是非常耐心地跟他说，你的肥胖是由5个原因导致的。第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了，第二呢是睡得太多了，第三呢安逸享乐，第四呢没有一点忧愁，第5呢整天没事干。那怎么样减肥呢？佛陀就说了一个计颂：人当有念意，美食之自少，则是痛欲薄，
节消而饱受。那波斯匿王听完，他也知道佛陀是在告诫他，对美食呢要有一个自制力，所以他就每一次在吃饭之前就吩咐人呢给他把这个偈颂念一遍，这样呢就可以让他在正念当中呢可以避免不知不觉就吃多了。就这样呢，在佛陀的教导之下，他每天呢减一勺，日积月累，他减脂成功了，就到佛陀那里去致谢。我呢也想着能够把这个偈颂呢写下来，挂在自己家饭厅的墙上，这样的话也可以给自己时常做一个提醒。因为吃饭的时候它也是有一定惯性的，就算是吃饱了，由于这个惯性它也会停不下来，结果呢就是吃撑了。波斯匿王减脂成功的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明白，只要是方法对了，成功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当然我们应该客观的去看待这个故事。佛陀当时开示给波斯匿王的5个缘由，应该也只是针对波斯匿王他个人的情况而言。因为在那个时候佛陀在世时是有医王之称，不少人都请佛陀治过病，但是呢答案都是各不一样的。我们的这个身体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，虽然是说表面上看上去结果是非常相似的，但是真实的内在原因有可能是各不相同，而且原因呢应该是多元化的。仅仅一个碳水过量就导致我们目前的肥胖，或者是说身体的不适呢，那未免把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想象的过于简单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，而去盲目的模仿别人的方法。如果有效呢就大肆吹捧，如果没效呢又肆意的去诋毁。别人的生活经验呢毕竟是一个参考，给我们多了一个选择，如果我们愿意去尝试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至于这个选择到底是否适合我们，估计我们只有真正尝试以后呢才知道结果。如何才能减脂成功呢？我们呢是需要一个多方面的一个调整来达到这种平衡。也许呢这支视频呢可以给您带来一些启发。不过呢在今天的这支视频呢，我想分享一些大的原则，这些原则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就是以下2点。第一点呢，在吃饭前呢，要对自己的食量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不要看到美食呢就失去了我们对自己食量的正确判断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做到第一点的同时呢，我们再保持一颗持之以恒的心，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如果您愿意，也可以把佛陀送给波斯匿王的偈颂呢写下来，挂在自己的墙上，给自己做一些提醒。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希望您能为我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